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前面有2期关于便当主题的节目，大家有看吗？那下面的评论中有很多大家的要求我都有看，其中有一个呼声最高的就是大家希望我做减脂和瘦身的便当。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对我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哦，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在饮食上非常严苛的人，也不是追求特别瘦的身材的那种人。但是我一直都相信有一点，就是吃饭的时候饮食习惯比较健康的人呢，那你的身材也会相应的比较健康，就可能不会像超模那样瘦，但是也胖不到哪里去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瘦身的食材，还有一些料理的小技巧。首先是一些值得推荐的食材，比如魔芋是几乎没有什么热量的，吃它就是吃了个寂寞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味道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任何菜式。还有很多减脂的人不敢吃白米饭，那么高纤维、低 GI、延长饱腹感的糙米就是你的好朋友。糙米1杯，提前泡水至少4小时，口蘑切丁，火腿切丁，一点姜末，用电饭煲煮饭，在煮饭程序完成前10分钟，再撒一把毛豆仁进去，煮好的饭拌匀。火腿的咸鲜让糙米饭吃起来很香，一点也不会有吃粗粮的委屈感。根茎类蔬菜也是减脂必备的，南瓜、山药、土豆、芋头等等，最好带皮蒸熟了再去皮，蒸好后才不会水哒哒的影响口感。这些蔬菜里土豆的热量比较高，可以跟热量比较低的山药、芋头混搭，压成混合土豆泥。主菜的部分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老朋友冻虾仁，高蛋白低脂，吃的也很方便。银鳕鱼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但要注意它在鱼里油脂含量不算低哦。脱脂牛奶除了喝，其实烧菜也很好用。很多低脂菜味道太清淡，加点脱脂奶可以增加香味，让口感更浓郁。最后就是虽迟但到的鸡胸了，没吃过鸡胸的人根本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减脂。鸡胸肉天生就干柴，所以后面会有重要的烹饪秘诀。下面继续来做菜吧。先剁个猪肉馅儿，怕试射肉馅太肥的话，可以买猪梅花肉回家自己剁成馅儿，加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米酒、香油、白胡椒、姜末、盐，搅拌上劲儿，再加水淀粉。这种比较瘦的肉馅儿最好能放冰箱里腌制隔夜，长时间的腌制能帮助肉质变得软嫩。同样的，鸡胸肉切丁后加入盐、白胡椒、米酒、蒜末、姜末、玉米淀粉，拌匀，放到冰箱腌制隔夜。另外再腌个鸭腿，吃鸭肉可以带来类似牛肉的那种满足感，但油脂更低。放盐、香叶、八角、花椒搅回香，揉匀了放冰箱腌制隔夜。第2天准备配菜，魔芋块切成小块，大葱部分切片，部分切细丁，口蘑部分切片，部分切丁，胡萝卜部分切细丁，部分切小块，番茄去皮后切碎，西芹切丁，茭白去皮切小块。锅里放点橄榄油，下牛肉末炒到金黄，捞出后再下大葱末、蒜末、口蘑、胡萝卜、西芹炒香，下番茄、番茄酱，加魔芋块，牛肉末回锅后加水炖煮一会儿。另外烧一锅水，把虾仁汆个水捞出待用。洗一口锅里加一半黄油，一半橄榄油，下面粉炒到发黄，再加脱脂牛奶，煮成粘稠的奶酱。再起锅，放少量的橄榄油，炒香大葱、蒜蓉、胡萝卜、口蘑，加水稍微炖煮，下魔芋结，还有蒸熟去过皮的山药。等菜差不多煮软了，就可以下之前炒好的奶酱，下汆过水的虾仁、毛豆仁，加盐和黑胡椒调味儿。这道菜里虽加了黄油，但总的油脂并不多，吃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够浓郁，那可以加一点点车打芝士，擦碎了放进去，能很好的提味儿。旁边煮的差不多的茄汁牛肉，加盐和黑胡椒，再加一点脱脂牛奶。就像前面说过的，可以让这道菜味道更浓郁。汤汁收到这样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。接着是银鳕鱼，加盐和米酒腌制一会儿待用。昨天腌过的鸭腿可以下锅煮了，在加了葱段、姜片的一锅水里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焖个半小时。另烧一锅水，在水刚开始沸的时候就关火，把昨天腌好的鸡胸肉滑入水中，轻轻拨散。跟过油比起来，这种过水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油脂，同时鸡胸肉吃起来也会嫩滑。变色后就捞出来待用。接着起炒锅，放点橄榄油，炒香蒜蓉、茭白、毛豆仁、魔芋块，下生抽、蚝油、糖调味，鸡胸肉回锅即可出锅。
昨天腌过的猪肉末也拿出来，加入半块老豆腐，用手毫不留情地把豆腐捏碎，跟肉混合在一起，再捏成肉丸子。这样把一部分猪肉替换成豆腐，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低热量。放入预热过的180度烤箱，烤18分钟就好了。没有烤箱的话，蒸熟也行。之前煮好的鸭腿可以关火，等它凉一凉再切。刚腌好的云鳕鱼放在大葱上，表面放点姜末，均匀地铺上剁椒。滴几滴香油，上锅蒸个10分钟即可。旁边2道不烫手的鸭腿可以取出来了，注意鸭皮的脂肪很多，直接去掉就能降低不少热量。再随便切块就好。前面这些主食和主菜，我觉得都可以算是低卡健康，但味道绝对不寡淡的。更方便的是，都可以做好后冷冻保存，存放1周绝对没有问题。当然，每天还是要出门前再准备一些新鲜蔬菜来搭配的，菠菜、西兰花、芥蓝、豆芽、秋葵，通通可以水煮。毕竟没吃过水煮菜的人不足以谈减肥嘛。那就再做2个让水煮菜也能好吃的酱汁。小锅里放生抽，还有清水、木鱼花、紫苏叶、柠檬汁、糖，煮开后过滤一下，倒入装了朝天椒的小碗里拌拌匀，就是滋味很足的紫苏辣椒酱汁。或者在小碗里放芝麻酱、生抽、醋、蚝油、纯净水、蒜片，炒熟的白芝麻拌匀后，就是很香又百搭的芝麻酱汁。2种酱汁都可以一次多做点，放冰箱吃几天。菜都做好了，下面来组装盒饭吧。周一吃火腿口蘑毛豆糙米饭，加虾仁奶汁炖菜，加剁椒蒸银鳕鱼。出门前准备水煮菠菜加芝麻酱汁，水果是草莓。周二吃蒸南瓜、蒸芋头，加茭白毛豆炒鸡丁，加盐水鸭腿。出门前准备水煮西兰花加紫苏辣椒酱汁，水果吃杨梅。周三吃火腿口蘑毛豆糙米饭，加茄汁牛肉酱，加烤豆腐肉丸。出门前准备水煮芥蓝加紫苏辣椒酱汁，水果吃樱桃。周四吃芋头土豆泥加虾仁奶汁炖菜加盐水鸭腿。出门前准备水煮菠菜、水煮豆芽加芝麻酱汁，水果吃蓝莓。周五吃山药土豆泥加茄汁牛肉酱加茭白毛豆炒鸡丁。出门前准备水煮秋葵加紫苏辣椒酱汁，水果吃橙子。这样1周5天的低卡午餐计划就完成，每一餐的热量都有标示出来供大家参考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有需要的话在家试试看吧。我听有人说，我们美食博主的便当都带不上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